是个好苗子，你们两家拿了条子，便去府衙办理户籍便是。在这边落户恐怕不容易啊，起码要有落户的宅院。租赁房子估计也可以，但不是长久的法子，早晚还得买卖房产。那在这府城要买宅院，大约多少钱啊？这我倒不曾知晓。你不是说对府城极为熟悉，这点小事竟也不知道？我这就去打听一下。你们是打算买宅院，在乡下自己盖房准备材料，可能几两银子就能盖上几间房子了。而县里的话，铺面大多都是租赁的，住宅大一些的院子咱们也不考虑，就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，南北各2间房的那种，大约要30-40两银子。府城地价贵，房屋价格可能会翻倍增长，如何？我们狄家这次逃荒真是运气极好，这次全仰仗二郎，我们才能在府城安家落户了。当真是一位二郎？自然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说不定还会碰见其他相识之人。这样，咱们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停留休息一番，再做打算。一行人干脆找了间客栈。二郎，你先来说说吧。官府对于住宅倒是没有特定要求，但落户时要有固定居所，是买还是租赁，或点做院子，都在我们自身。但若后面更换住址，还得去官府登记造册，比较麻烦。那边狄广平也说了他们的调查，房价不算太贵，一座正脸2间的院子也得要50-60两银子，租住便宜些，但需要月月缴纳租金，也是麻烦事。于狄家来看，恐怕日后便要在府城讨生活。但谢家不同，谢二郎要走科举之路，又有府衙大人夸赞，日后说不准真能离开此地往京城去。说完这些也就散了，各家回去商量此事。但凡他长得丑点儿，我兴许也就狠得下心了。偏偏是个病帅哥。这2间院子差不多都是这样，这屋主着急出手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们掌柜的便做主买下来。若有人买啊，我们便卖掉；若是暂时周转有困难，那便租出去。可惜啊，这边因为离着贡院有些距离，所以并不怎么好出手。这2座院子荒僻了，其实也就3个来月，因为没人住才这般。待人住进来了，通了气儿，也就好了。院子我们暂时租赁着，待来日银钱凑手，我们还是要买的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我们先卖其他的就是了。今日是入住的第1天，好歹做一顿好的庆祝一下搬新家。你与二郎住堂屋西边睡房可好？与二郎？你们夫妻还是睡厢房吧，那边似乎更宽敞一些。舒婉觉得这样安排如何？正待回答，谢怀谦回来了，与2人说了一番落户籍的事儿，又拿出黄册，舒婉的名字也在其列，已经被归属为谢家妇。自此以后，她的荣辱便真的与谢家挂在一起了。瞧着谢怀谦，舒婉再说盼着他早死，自己好做寡妇的话，都有些心虚和不忍。但凡他长得丑点儿，我兴许也就狠得下心了。偏偏是个病帅哥。现在我们是律法承认的夫妻了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你俩就睡西厢房就是了，我这就去搬被褥。母亲并不知晓我们的情况，我看过了，西厢房的炕不小，到时我们一人睡一侧便是了。等再打一张炕桌放在中间隔开，这样行吗？既然我们是夫妻，住一起也未尝不可。舒婉若还介意我这身体，便暂不圆房，所以我应该也不算自作多情，或许可以称之为日久生情。如果我还是不满意呢？为什么？你说呢？啊？说好的以身相许呢？舒婉说完，转身进西厢房了。所以舒婉还是嫌我太弱了，没法圆房。等等，黄彪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黄公子，你住我家与理不合，我家院子也小，实在住不下。我已经租了前面的院子，并不会来打扰你家。我兄弟2人与黄公子非亲非故，往后还是各自生活的好。朱姑娘，我就住在这院子前头，若姑娘有所吩咐，
只管呐喊一声，我黄彪必定马上过来。黄彪现今看得清楚，舒婉并不想收他为徒，那么就多了解一下，兴许有朝一日舒婉能指点一两句，对他而言也大有裨益。倒是个难得执着的人。谢怀谦进了西屋，对舒婉道：明日起，我便跟着你强身健体。如恒，怎么，被黄彪打击到了？莫非舒婉喜欢那样的？那我的确做不到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？谢怀谦的确好奇，却又不敢问。我喜欢穿着衣服显瘦，脱了衣服有肉，窄腰宽肩的男人。果然，他是不符合舒婉的要求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这男人得长得好看，丑的我也不要。家里没有吃饭的桌子，我跟我弟下午便赶紧去邻居那儿买了些木材，打了2张，顺便给你们这儿送了1张。哎呀，这桌子多少钱？哦，我去给你拿钱。这是送你们的，咱们一路同行的缘分，原本就是我们沾了你们的光。若没有舒婉，我们一家人也不能如此齐全的在省府定居。原想着再多赠送些东西，只可惜，如今条件如此，请你们别嫌弃就行了。说完，狄广平不给谢怀胜反驳的机会，赶紧离开去了。饭菜俱是香气诱人，一家子吃得格外快活。连日来的奔波，众人身心俱疲，好好洗一洗，松快一下也好休息。舒婉，你如果真的过来，那我们以后便是真正的夫妻，你便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。因着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，只能拿了木盆打水在各自房中擦洗。你要不出去回避一下？你怕我看啊？谢怀谦脸蹭的就红了。那你有本事，你洗澡的时候也别撵我出去。好家伙，这人是跟我学会了这样说话，怎么不继续了？你是不好意思在我面前宽衣解带了？舒婉，古代男人还是太纯洁了，经不起一点撩拨。怎么，你洗就是了，我保证等我洗的时候不会撵你出去，说不定还会请你帮忙搓澡呢。你从炕头将床单扯开，找来2根木棍固定起来，将整间厢房隔成2半。你既然不愿出去，那便不出嘛。一会儿又听见水声，需要帮忙搓背吗？舒婉，你如果真的过来，那我们以后便是真正的夫妻。你如果真的过来，那我们以后便是真正的夫妻，你便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了。他既害怕舒婉先连进来，又盼着舒婉能走出这一步。你不敢了吗？我的确有些不敢，跟男人睡一觉也就睡了，但这男人别说睡了，就是看一眼对方的屁股，估计都得负责任。所以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谢怀谦的屁股更看不得。你洗吧，我出去凉快凉快。他一定是嫌我太弱了。他低头看了眼，又呼了一口气。也不差的嘛，等我锻炼起来，他就不能嫌弃我了吧？谢怀谦身体不好，即便是夏日也不敢洗太长时间。舒婉，你去洗吧。你不进来帮忙给我搓背啊？见谢怀谦怔住，舒婉轻笑，然后进屋。结果谢怀谦擦干手跟着过来。怎么？你不是说要我给你擦背吗？好家伙，还真是小瞧了他。我明白，你身上有些奇怪的地方，我不会问，你也不会说。你不是说要我给你擦背吗？好家伙，还真是小瞧了他。舒婉，请你教我强身健体。你也要拜师吗？你需要我拜师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你若是想听，我私下里喊你师傅可好，不然外人听见恐怕会说你闲话。那你先喊一声听听。眼前的男人飞快地瞥了眼四周。舒婉师傅。再喊一声听听。哪有一次性教完的？你还没教我东西呢。往后咱们早些起来练习可好？随你啊，这些都是你科举要读的书啊。这只是一部分。舒婉，要不我教你认字写字吧？我明白，你身上有些奇怪的地方，我不会问，你也不会说。读书识字，起码能出门不一脸懵，你说对吗？谢怀谦果然知道。谢怀谦果然知道。舒婉之前有几次也没刻意隐藏，就是看看谢家人的看法。
有些东西他能藏着掖着，但关键时候有些东西没法藏着掖着，比如弓弩。谢怀谦估计到现在也没明白他是藏在何处。你不必担忧，你是我妻子，你的秘密我自然会守住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多懂一些，不至于被人蒙骗。行。谢怀谦拿了一本千字文，谢怀谦便从头开始教他。舒婉学的也认真。舒婉，我认为你也是个天才。活了2辈子，头一回有人夸我是个天才，这感觉可真是不容易。突然见黄彪背着谢怀慎从外头匆匆进来，竟是让人打破了头。大郎，这是怎么了？娘，我没事。先送去医馆，到外头等着，我进去将人提出来打不就行了？你带我去见打人的那几个人。估计早跑了，哪能老老实实在那儿让你找呢？你只管带我过去，我想法子找他们就是了。行，我跟你一起。谢怀谦也跟上来。你在家守着兄长吧。我来照顾。二郎，你去吧。黄彪嗤笑，谢怀谦一言不发。你再冷笑，滚远点儿！他是我的人。一瞬间，黄彪瞪大眼睛，谢怀谦心里却像绽放起30多斤的烟花，绚烂无比。舒婉掏出一把铜钱，朝路边一个街溜子过去。方才在这儿打人的几个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我带你们找到他们，这些都给我。找到人，剩下的都给你。当然，如果你使坏，那也别怪我不客气。带路。赵二看得出来对方不好惹。他们几个抢了银子后，便往这处吃酒了，我是不能过去的。赵二拿了铜板不敢停留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我们进去直接开打吗？损坏的东西会不会找我们赔啊？你在外头等着，我进去将人提出来打不就行了？提出来？好。小妞儿，过来一起喝2杯呀！啊？是他们吗？是他们。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舒婉过去，一把抓住黄成，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砰的一声给扔了出去。待酒肆众人回过神来，那3个方才出言不逊之人已经悉数被扔了出去。外头突然响起一声惨叫，舒婉忙出来，就看见谢怀谦一棍子打在黄成的腿上。牛逼呀！哭什么哭？还没断呢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你再敢嚎一声，我保证能断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成哥，这娘们看着厉害，咱们跑吧。跑个屁！打！两人没一炷香的时间，将3个人打得倒地不起，哀嚎不断。以后还敢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女侠，请饶了我们吧！记住你的话，我这人记仇，最好不要在这附近出现，否则我再看见你们，那可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了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以后不来这边了。医药费，我挨了打，还得返给你医药费？怎么不乐意了？让你打我家人了？都在这儿了，滚吧！哎，那几个人呢，是咱们这片有名的流氓，这今日挨了打，估摸着有段时间不敢来了。嘿，女侠，不妨过来喝一杯，老头子请您了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喝酒就不必了。况且我收拾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欺辱我家兄长。嘿呀，真是好人呐！几位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来这儿找我。他们会不会再报复回来？我已经改了，我今日出门便是在省府找零工干的。找到了吗？早晚会找到。下午我打算去书肆瞧瞧，看看能否接到抄书的活计，好歹能补贴家用。抄书还能赚钱？那是自然。之前你送的那本，便是手抄书中的佼佼者。难怪当时买了2本书就花了4两银子。那你以后可得加倍努力，不然今日为你所花银两，他日你都得给我加倍赔偿。还能这样？所以少年啊，你得加油啦！没受伤便好，咱们初来乍到的，还是得注意些为好。那依您的意思是，咱们挨了打便受着，大哥这一伤也白伤了。宁氏抹了抹眼泪，想起与舒婉同行的这些天，竟是难得的安稳。娘，那是以前，以后我们不能再如此了。你说的对，
如今不一样了，二郎顶天立地了，又有舒婉在，我们不必再小心翼翼看人眼色了。我既然嫁入谢家，那你们便都是我的亲人。我虽然不能与高门大户相比，但收拾个把地痞流氓还是不在话下的。为人一世，若整日战战兢兢，还得防着流氓地痞，那日子往后还怎么过呀？今日能欺辱大哥，他日便敢得寸进尺欺辱我等，倒不如一开始便收拾他们，让这周围的人都知晓我家不好惹，岂不省下很多力气？这话宁是赞同，欣慰道：“就是辛苦你了。”舒婉，你要不要也学着写字？好啊，等你写完你教我啊。好。谢怀谦因为他的回答不禁欢喜，这算不算红袖添香？算。抄书看似简单，实则并不简单。一页纸上但凡抄错一个字，便要废掉重来。谢怀谦还有个想法，若是能一字不差地抄写完，那么多出来的几张纸就能攒着自己用了。不然自己买纸，可舍不得买这样的纸张。可惜了，我空间里可是有不少书的，可惜没有办法拿出来呀。别写了，再写伤眼睛了。既然这么晚了，二郎，你大哥起了高热。你先过去，我随后就来。谢怀谦想起路上他喝的那口甜丝丝的东西，舒婉回屋，从空间拿出那瓶曾经给谢怀谦喝过的儿童退烧药，又拿了一粒消炎药，这才往堂屋去了，把药给灌下。舒婉又嘱咐宁氏明早再吃那一般的消炎药，这才跟谢怀谦出来。男人怎么就晕倒了？一口气没憋过来才晕的？难不成是以为我要亲他？今日的事多亏你了，若非是你，可能我们家受的委屈也就白受了。以前村里人因为我的缘故，时常欺负我大哥和母亲，他们都不敢言语，生怕被村里撵出去无处安身。有时候我甚至想干脆自己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可又舍不得他们。就在犹豫纠结时，我遇见了你。月色下，舒婉能将谢怀谦的神色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从舒婉的眼中看到了小小的自己。舒婉此刻在想什么？他又会想怎么做？舒婉的脸越靠越近，谢怀谦的呼吸险些都要凝滞。恰在此时，谢怀谦突然脸色潮红，砰的一声朝后倒去，谢怀谦晕了。他往后倒时，舒婉下意识地伸手将人接住。我做了什么？我不过是想看看谢怀谦的睫毛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长。这男人怎么就晕倒了？一口气没憋过来才晕的？难不成是以为我要亲他，所以太紧张了？舒婉干脆将人打横抱起来，直直朝屋里走去，发现舒婉已经睡着了，也只有此时他才敢大胆地看着她。原来舒婉也有如此柔和的时候。谢怀谦又记忆起舒婉三番两次调戏他的事，脸上不禁露出一抹笑来。你怎么能那样呢？为何你能如此大胆？他目光看着舒婉的眼，看着她的鼻子，看着她的唇，喉咙不由一紧，口舌也有些发干。我与舒婉已经成亲，成了夫妻，既然落户使他未离开，那便是默认了这夫妻关系。作为丈夫，看自己妻子又有何不可？就在他与舒婉侧对时，原本闭着眼睛的女人却突然睁开了眼。一霎间，谢怀谦只觉脑子嗡的一声，他恨不得立即死上一死，也比在这时候被人抓包来的体面些。谢怀谦下意识便想逃离，然而一条修长的腿却搭上他的腿，让谢怀谦想要逃离都不能。紧张啦？舒婉突然凑近谢怀谦亲了过来，谢怀谦紧张得像新婚之夜的小媳妇，心跳如雷，好歹没再跟之前一样将自己憋过去。他紧张地等着这个吻落下，双眼却也没再闭上，反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女子的靠近。可舒婉却在他跟前只剩一指的时候停下，然后问道：紧张啦？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可爱？我睡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动弄得太狠，接下来几日谢怀谦都有些不愿意搭理舒婉的样子。晚上谢怀谦洗澡时，舒婉便小声问他：谢怀谦？里头的人没应声，身形却一顿，明显在等着他说话。还生气呢？没有。那要不
我给你搓搓背赔罪。谢怀谦突然将帘子打开，舒婉直接与他来了个对脸儿，眼睛却忍不住往下瞄。谢怀谦飞快的捂住，脸色涨红，一把将帘子又拉上了。待两人都洗完躺下，害羞啦。舒婉，谢怀谦猛地坐起来，满脸恼怒的看着他。不是你自己拉开帘子的吗？放心，天太黑了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你说就这么过日子多无聊，总得有点事情做吧？那你就来逗我，你明明没有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心思，却偏偏来招惹我。舒婉，你没有心，你这样做真的好吗？如果你仍旧没有想跟我好好过日子，那就不要来招惹我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等我身体好了，就是我们圆房之日。行吧，前提是你行了再说。一旦圆房，是可能会怀孕的，以后多了牵绊，你想走都走不了。我虽然想与你做正经夫妻，但也想提醒你考虑清楚，就当是给你给我的一个机会。谢怀谦像虫一样挪动几下，睡了。于是他睡了，舒婉睡不着了。如果咱俩真过不下去了，我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嘎了你，然后自己做寡妇。谢怀谦只要胖上去，锻炼好了，有那么一张脸，应该也挺好睡。实在是养不好，以后他没了，我也能继续当个快活寡妇。我如今已为谢家妇，我离开还能去哪儿呢？我当真对谢怀谦没有一点感觉吗？但喜欢这个词又让我觉得陌生，也觉得恐惧。末世里的爱情透着算计，在古代呢，目前来说谢怀谦还很纯粹，可谁又能掌控得了以后的事儿呢？你与舒婉是闹矛盾了？娘，我们没有，您不用担心，他只是对咱家还没有归属感，慢慢就好了。他在舒家日子过得不好，受了不少罪，有担心也是应该的。我和你大哥到底是隔了一层，你与他是夫妻，多关心关心他，莫让人冷了心。这几天我觉得身上松快许多，是该加强练习了。这下是真亲，谢怀谦也是真的傻眼了。傻了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以后我们就是真的夫妻。不早就是夫妻了？难不成我还能跟你合力出门？你说如果咱俩真过不下去了，我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嘎了你，然后自己做寡妇。好，若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直接嘎了我。那以后我是不是能随便撩了？谢怀谦羞愤而逃。自家娘子太大胆，每天都要撩拨我，我怎么办啊我？怎么？能亲一下吗？似乎又担心舒婉拒绝。不行就算了。我找到活了，按天发放工钱，好歹你们是我省府认识的第一波人，就跟你们一家一起庆祝一下，行吗？行吗？王彪还特意去将狄荣父子俩请来，又打了2斤酒，宁是干脆又将赵云娘母子3人给喊了过来。虽然不能拜师，怎么勉强也能算同乡了，日后咱们这就都是熟人，咱们喝一个。这酒我替舒婉喝了。你还好吗？还好。他哪里会喝酒？长这么大还没喝过呢。舒婉哭笑不得，这还没怎么着呢，醋劲儿就这么大，等成了真夫妻，那不得变成泡菜了。酒席散了，谢怀谦兄弟俩将客人送出门去。舒婉正靠在炕上愣神儿，谢怀谦突然在他旁边坐下，舒婉往旁边挪了挪，谢怀谦也跟着挪动。怎么？能亲一下吗？似乎又担心舒婉拒绝。不行就算了。舒婉的吻就落了下来，舒婉只亲了这么一下，谢怀谦整个人都呆滞了。睡觉吧。第2日，不管是舒婉还是谢怀谦都没提昨夜的事，但看得出来谢怀谦心情很好，抄书时速度快了不少，准确率也提高了，而且打8段锦的时候还多打了1遍。等中午黄彪来找他写戏时，那态度也是风和细雨，出门时还小声问舒婉：“他是脑子撞坏了？”没事，估计就是心情好。我昨晚说的也是真的，我知道我这人没啥优点，更配不上你，我也没有其他非分之想，但我也说到做到。
他若负了你，你尽管跟我开口，我定不会饶了他。他不敢。看着是不敢，但他是读书人，日后考取功名，若做了官就不好说了。若婉，嫁与我时咱们什么都没有，以后赚了钱，我慢慢给你添置。我这次抄的是家中没有的书籍。我还以为是涨钱了呢。没有，书籍贵重，掌柜的愿意让我抄这个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即便要涨，也得等我将万历练就出来，多了风骨再去谈。去买点笔墨纸砚，以后我也要读书学习了。行，以后我每天拿出1个时辰，教你识字写字。行。谢怀谦拉着舒婉直奔成衣铺子。舒婉，嫁与我时咱们什么都没有，以后赚了钱，我慢慢给你添置。你先瞧瞧，有没有喜欢的，我给你买一身。这位娘子好福气啊，相公这般体贴呐。就这套吧。谢怀谦欢欢喜喜地付了钱，带着舒婉出来。二郎难得开心，杀人又杀福。那倒不是，我反而认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才会欢欢喜喜地给你做这做那。二郎身体病弱，虽说有些道不明白的缘由，可与心情也有关系。我看得出来，从你来了谢家，他的心结也慢慢打开，人也多了几分希望，脸上笑容也比以前多了。所以说他如今身体好转，何尝不是因为你呢？我之前说他能娶到你是他最大的幸事，这非安慰他，而是实话。哎，弟妹，这酸梅汤我能学吗？你想去街上摆摊卖酸梅汤？是，我想过了，就我这腿去找零工也不好找，即便去扛包也扛不动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如自己摆摊做老板，挣多挣少时间也宽裕。你觉得如何？他说完，宁是与谢怀谦格外惊讶。哥，方子我一会儿写给你，材料自己去准备。行，不过方子你出的，赚了钱分你4成，可以吗？还能这么分？自然，论理这方子是你私产，你肯拿出来与你大哥，让他去做买卖，那么赚的银子自然也得给你分。我这样优秀的人，就该人见人爱。旁边的谢怀谦抿嘴憋着笑意，那一部分往后你也可以攒着，日后给你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花用都可以，夫家无权干涉。估计是知晓舒婉不懂，宁氏说的也仔细，甚至还叮嘱他日后有什么方子一定要攥在自己手里，旁人想要那便得拿钱买。这也是赚钱的一个法子。大哥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哦。好。你是打算去哪儿卖呢？后头街上？自然。卖酸梅汤，重要的便是中午和傍晚，可这2个时间，后头街上人并不多。那该去哪儿？自然去书院门口。啊，没错，去书院门口最好。有些秀才公子吃不惯学院或者府学提供的饭食，会外出换换口味，这些门口自然不乏卖吃的喝的，咱们过去也不打眼。如此，明日一早我就准备起来。这种事本该让男子出头，没想到咱家反而要女人出头，这留了这样的名声，恐怕说书晚什么的都有了。只要别往我跟前说，那就随便他们；真往我跟前说，那就是找打。书晚这样好，他们早晚会知晓的。我该人见人爱。旁边的谢怀谦抿嘴憋着笑意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看你长得好看。舒婉说完，留下脸色通红的谢怀谦进屋去了。去吧，夫妻间不要紧的。谢怀谦仓皇逃窜。在外头那样说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你是我夫君，我是你妻子，说这样的话还说不得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让人听见不好，免得说咱们轻浮。那在屋里就能说啦？可以的吧？那究竟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？我提前问好，省得又说我轻浮。我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说我这样想你，是这世道对女子的要求本就高，你如何说我并不介意，但外人听着不好。这本就是闺中夫妻情趣，让人听着也的确不好。那是你娘。我娘也不行。谢怀谦脸都红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得亏我知道谢怀谦还有黑芝麻的一面，不然往后到官场怎么混啊？敢问兄台家中所卖何物？哦，酸梅汤，我们特意冰镇过的。大热天的实在难熬，乍一闻这味道，顿时让人精神一爽。
给我来上一碗。说着，他忙拿出钱袋，摸了2个铜板出来，才递过去，就忙不迭地接过谢怀慎手中的碗。很好喝。树直兄，这是喝的什么？竟让你如此不计较形象？你们快来，这瓶酸梅汤的口感着实不错，又不至于太凉坏了肠胃，你们也尝尝。众人惊诧，没想到普普通通的酸梅汤竟也有如此味道。这味道着实不错。一时间就呼朋唤友过来品尝酸梅汤，用过的大碗谢怀慎忙拿去清洗，这边宁氏便与谢怀谦盯着，舒婉便在骡车那儿将另一桶酸梅汤搬了下来。酸梅汤价格本就便宜，也适合这炎热酷暑。到了上课铃声响起，车子旁边的人群才渐渐散去，3桶酸梅汤几乎全部卖完。没想到小小酸梅汤这般好卖啊！你家烧饼卖的也好啊。与酸梅汤倒是搭配。傍晚还来吗？来的。晚上有些人会回家去，或者往内城酒楼去，在门口对付的可能会少些，所以少准备些就好。谢怀慎一听，忙道谢。1桶酸梅汤少说也得40万，3桶便是120万，一次下来便能赚240万。午饭后，谢怀慎继续忙碌，还未到散学的时候，母子俩便出门了。家里只剩下舒婉和谢怀谦。你这是打算直接用水煮啊？不然呢？哎呀，出去！院子里练八段锦去。谢怀谦也听话，忙去练了。而舒婉利落地将菜捞出来，重新擦锅。出去！院子里练八段锦去。谢怀谦也听话，忙去练了。而舒婉利落地将菜捞出来，重新擦锅，放入之前熬的猪大油，再放菜清炒。瞧着家里的油罐子，舒婉从空间拿了1桶花生油，倒入另一个油罐。熟米已经上锅蒸了，白菜醋溜，韭菜炒鸡蛋，再拿菠菜打一道菠菜汤。缺了肉，这让舒婉有些不开心，干脆从空间拿了1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做成红烧肉。香味弥漫的时候，谢怀谦也做完八段锦，闻着香味过来。什么时候买肉了？我变的。自从跟舒婉相识，谢怀谦首先学会的就是不好奇，所以不管是他还是他母亲与大哥，都闭紧嘴巴，甚至于私下里大哥还叮嘱他，日后在外要管住自己的嘴。舒婉对我们有恩，不管有多不合理，我们都不能表现出好奇心，更不要问。这些秘密只有咱们3个知道便好，即便日后我娶妻，也不会说这些。好香啊！舒婉，你厨艺可真好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专门学过的。这话谢怀谦自动理解成在舒家时被苗氏逼着学的，心下不由心疼。日后我做，你来指挥，我做给你吃。二郎快来，帮忙把骡子赶进去。闻着香味，宁氏脸上笑意更甚。这肯定是舒婉的手艺了。兴许是我做的呢。那肯定不能，闻着味儿就知道了，你没那手艺。娘，今日我已经摸清楚了，明日自己过去就好。您身子骨本就不硬朗，可不敢再劳累了。不然每日中午，我去与大哥帮忙。不行，你身子骨本就不硬了，这段时间虽然好些，但也不能大意。况且你今后是要走科举之路，断不能与商字沾边。本朝民风虽然开放，但是一旦为官便不能从商，但家人倒是没关系。晚饭一家人便在院子里用的，舒婉做的饭菜自然受到了一致好评。那我原谅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逗我？谢怀谦的书稿又一次抄完2本，准备带去书肆交稿了。然而舒婉却不乐意，希望谢怀谦能帮他将话本子抄录下来。你真不给抄？不抄。你如果不给我抄，那我就亲你了。你敢？抄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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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谢怀谦的脑子嗡嗡的，已经不会再转。怎么能这样吗？帮忙抄一下，明日我们再去书肆。抄一遍？再抄一遍，笔名就叫白莲先生。行吧，我抄。为何你写的话本只写了一半？那后面呢？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想要什么好处？舒婉坏心眼的指着自己的唇说：“亲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干嘛？
还敢吗？他怎么敢呢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难不成因为你亲了我一下，我就能怀上孩子？亲还是不亲，都随你，我无所谓的。舒婉越是无所谓，谢怀谦越是恼羞，一张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。反正我们是夫妻，亲一下又何妨？谢怀谦一咬牙，凑近舒婉，直接在他唇上亲了一下。好了，你可以给我讲了吗？唉，抱歉，我也想跟你解惑，但是后面我还没有想好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说话不算数！你怎么能这样？说话不算数！尔等行为，非君子所为。舒婉闲闲地往炕上一躺。啊，抱歉，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小人。他一口气没提上来，今又开始咳嗽起来。我的确要往后写，但是怎么写还真没想好。以后我写了也先给你瞧瞧，长长眼，行吗？嘿，那我原谅你了。你能不能不要那么逗我？为什么？你为此烦恼？因为我会当真的。哦，在舒婉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，听见谢怀谦低声呢喃：“你什么时候心里有我呢？夫妻同心事，我自然会说；甜言蜜语，我只会对与我心意相通的妻子说。家中长辈闲来无事写的，您看看怎样？”我看一眼。哎，这后面呢？谢怀谦不好意思说舒婉还没想好，便换了种说辞。哦，故事挺长，还有下部，目前正在写，想先看看上部的效果。哎呀，真是有大才呀！谢怀谦不明所以，只问这画本价格。有2种法子，一种呢，我直接给5两银子，日后这画本刊印还是买卖多少都与你家无关；另有一种法子，便是我先给你1两，后续每卖出1本书，我便给你5文钱，多卖多得，至少也得7两银子。您看啊，这画本虽只写一半，但只要看过的人，便想着继续看下去。舒婉写的这本，既然能让王掌柜都如此痴迷，更何况其他人？叶怀谦又是一通买卖经，说的王掌柜乐得不行。哎呀，你干脆来我书肆谋个差事得了，我这书肆啊，保证能日进斗金。这书生也忒的会说，句句点在点子上。王掌柜想继续压价都不能。7两银子就7两银子，自己辛辛苦苦那么多日，都不及舒婉写上这几日的画本。喏，这是你的钱。没想到你有如此好口才，看不出来啊。没办法，为了生计嘛。你若是在家中也如此能说会道多好。可我怕我真说了，你又嫌我肉麻。你试试不就行了？当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，夫妻同心事，我自然会说；甜言蜜语，我只会对与我心意相通的妻子说。聪明的可怕，这难道就是天才？走吧，去看大夫。倘若我治疗后身体变好后仍然不举，你再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夜里夫妻俩躺下，舒婉没问，谢怀谦却似乎下了很大决心。你知道我今天找大夫问什么了吗？问什么了？我不举的事儿。我身体各项没有问题，可我就是从未……你应该明白。舒婉，我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若是反悔，可以脱离谢家，不管钱还是才华，你都不缺，只靠着卖画本也能过得很好。你若想离开，我定不阻拦。舒婉没有吭声，谢怀谦又继续道：可如果你选择留下，那么等我好了，我们就做真夫妻。到那时，除非你我2人有人变心，你都留在谢家做我妻子再说，行吗？两人相处近2月，调戏的话也说过，一起穿过密林，一起打过流氓。舒婉不讨厌谢怀谦，相反对他多了几分喜欢。二郎，你希望我怎么选？谢怀谦被他突然的靠近吓了一跳，心口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舒婉，我自然希望你能留下来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倘若我治疗后身体变好后仍然不举，你再离开我，好不好？这话说得极为艰难，也是谢怀谦这辈子说过的最难为情的话。可他就是舍不得舒婉，喜欢舒婉笑起来时那柔美的样子，喜欢舒婉故意说着情话却又挑逗他的模样。
不管怎么样的舒婉，他都喜欢。突然，舒婉从炕上跳起来，舒婉轻轻拉开房门，谢怀谦匆忙下炕跟着出来，两人一左一右站在门内。哎，开了开了，那个小娘们住在哪个屋啊？咱们先吹点迷烟。我在这儿啊！我操，快跑啊！舒婉一脚踹过来，黄成直接昏了过去。这时，谢怀谦已经举起门栓，砰的砸人脑袋上了，两人都晕了。我现在呢，考虑清楚了，左右那种事儿，只要防护得当，也不一定就是我吃亏。不如我们送官府吧。你觉得这种没得逞的小偷小摸，官府能管？你等着，我来处理。我帮忙。谢怀谦没说完，就见舒婉一手提了一个。你这是打算怎么做？送他们去衙门啊。只是如何送去也有讲究，比如将人衣服扒干净了。我来扒，别污了你的眼睛。大晚上的又看不清什么？衣服一扒，挂在衙门口的大鼓上，再将两人背对背捆起来。走吧，回家睡觉。二人回家洗漱后重新躺下，谢怀谦不由气恼。突然间，他察觉有人朝他靠了过来，不待他反应，舒婉微凉的唇便贴了上来。舒婉动作太快，谢怀谦整个人都是懵的，直到舒婉的手扯开他床单一路向下，谢怀谦才猛然震惊的惊醒。他伸手拦住他，大惊道：舒婉，你做什么？舒婉，你做什么？验货。什么？验货？验什么货？舒婉，你看清我了。说着，谢怀谦翻过身去，将脸靠着外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你说的，给我机会让我考虑清楚。我现在呢，考虑清楚了，左右那种事儿，只要防护得当，也不一定就是我吃亏，所以我提前验货不成吗？你自己说的，我回答了你又不肯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就算要怎么样，也得等我能行的时候。你又何苦如此羞辱于我？我说那话的意思是让你考虑清楚，而不是直接……哎，行吧行吧，本来我想试试，看看不行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法子。你还说？哎呀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怎么？谢怀谦一言不发，咬牙闭眼，伸手快速地将外衣脱了下来。舒婉反应过来，忙道：谢怀谦，你做什么？谢怀谦，你做什么？你不是想看吗？如今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若想看，便看就是了。舒婉无奈扶额，你赶紧将衣服穿上吧。我建议你还是看吧，省得日后你再拿这事说话，说我既然这样，又不肯让你过瘾。就你这排骨架我没兴趣，先把肉长起来再说。你嫌我？嫌弃你太瘦了，抱着都硌人，可快穿上吧。你真嫌弃不看了？呀，不看了不看了。哼，你自己说不看呢。懒得理他，就他这点小气量，嘿，还真别说，我还挺吃这一套的。几个逃荒的村子都被安置在了城北50里处，安排在那边开荒。最近似乎已经种了豆子，但因为不够吃，不少男丁会跑到附近县里或者省府来打零工。舒家4口不见了舒大福，那肯定是被一家人抛弃了。李叔，咱们到底人少，还是与他们不打交道的好？我明白，在这世道好人难当，很多时候会被当冤大头，他们可怜，可也可恨。那便好，不过咱们也不惧怕他们，咱们现实是省府的百姓，他们只是曾经路过省府的流民。我其实更担心舒家，后头日子还得熬几个月，万一找到你这儿来。找来又如何？买卖的文书写得一清二楚，我是谢家妇，不是舒家女。舒婉不以为意，狄荣便不再多说。待人走后，舒婉不禁想到原书剧情，舒明月便是在浪漫的春日里救下的王爷。舒家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只要别招惹我就行了。本着早一天开业早一天赚钱的想法，趁着晚膳时，舒婉便跟众人说了他的想法。卤肉其实不光肉可以卤，一些猪蹄子和猪下水也能卤。卤肉可以，猪蹄子猪下水就算了。读书人多清高，认为猪下水污秽，恐怕难以接受。那你也这样认为？哇，这是遇到岔子了。大哥先去做买卖，莫耽误了功夫，这个交给我来。
那你也这样认为？我有这样挑剔清高的资本吗？说到底就是读书人的假清高。不过，那是书院门口，为这颜面，一些人哪怕能接受，恐怕也不乐意吃的。那我们就只做卤肉就是了。大哥，去书院这条路，是有钱人多，还是没钱的人多？谢怀慎一怔，没反应过来。咱们过去那边少说也得2刻钟时间。途经的区域其实大部分是普通人家。猪下水之所以卖得便宜，是因为大家不会弄，有股味道。如果咱们卤好了，读书人不喜欢，一些普通人家的人会不喜欢吗？那他们如果不知道好吃呢？先切2盘子作为品尝，尝过后觉得好吃再买就成了。我现在先去找狄龙大叔准备桌椅板凳，顺便让他帮忙打个柜台作为收钱用的。这样我也能过去帮忙了。媳妇儿，你家是不是煮了肉？这孩子馋得直哭，不如你先借我们1碗，等回头我们煮了肉再还你们，怎么样？要说以前碰见这样的事儿，谢怀慎兄弟可能还会觉得难为情，或许抹不开面儿也就给了。可经历过逃荒之人，对于这种厚着脸皮占便宜的事早就司空见惯。这位大嫂，我们这是做买卖用的，您家孩子若是想吃，街里街坊的我们可以算便宜一点。谁家先到一地方，也不能这般小气，这邻里邻居的还处不处了？啊，家贫，还望大嫂见谅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！你看，你们家的肉把孩子都馋哭了，你们怎么不得负责？嚯，这是遇到岔子了。大哥先去做买卖，莫耽误了功夫，这个交给我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做个好邻居。桂花嫂，你可别闹了，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？你家孩子想吃肉，你自己买不就是了？就是，美的丢了咱们这一片人的脸面。是他家的肉先把孩子馋哭的，是他家的肉先把孩子馋哭的。孩子不懂事儿，你还不懂事了？别人家煮什么东西还得跟你说一声不成？想吃肉就去买，在这丢人现眼的。可不，人家都说的明明白白，是做买卖的东西，哪能白白送你啊？馋哭了我家的孩子，便得负责，让人瞧瞧你这外来户如何欺负人的。你家还做买卖，正好让人看看你家如何不讲究的。滚！便被书婉拽着扔在地上。有人欺负你们了？是啊，有人不长眼，以为自己是啥地头蛇，闹一闹便能得了好处呢。黄彪虎目往桂花嫂子母子俩那儿一扫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你们母子俩恶心到我了，想去你家讨点吃的。一报还一报，我家做小本生意，今后还需要大家多照顾。我切了一盘，趁着大家都在，给香菱尝尝。若是吃得好，想吃了来买一些；若是不喜欢，当我这话没说。哎，你说那大肠能好吃？自然好吃，这可是我们谢家多年祖传的秘方，炖煮了1下午才停火的，大家尝一尝。闻了1下午的香味儿，瞬间弥漫开来，这是他们从未尝过的美味，香的他们舌头都快跟着吞进去了。肉分完了，众人纷纷赞赏，然后询问价钱。我也不瞒着大家，这卤肉1斤肉才出4两肉，猪肉价贵，要13文钱1斤，所以我这卤肉定价60文1斤，我们只赚一点辛苦钱。外头卖的卤肉似乎也这价钱，谢家这卤肉味道是真的不错。这猪下水和猪头肉便宜，都是一锅出，味道也极其美味。那价钱呢？卤猪头肉只要40文1斤，猪肝猪肺更便宜，要30文1斤，猪舌头、猪耳朵、猪肠要50文1斤。若舍不得卤肉，可以买些猪肝猪肺回去，给家里人打牙祭或者下酒喝，都是极好的。大家若是想买，每斤我们再给大家便宜1文钱。既然是真夫君，你好歹大展雄风一次。我们在外头卖可都是原价卖的。舒婉在旁边帮忙，陆陆续续的竟也卖了10多斤的卤货。天擦黑时，兄弟2人回来，谢怀慎除去腿，身体不错；谢怀谦却累得够呛，晚饭草草吃了，还不忘去给舒婉烧洗澡水。洗漱完便躺在炕上不动了。今日不读书了？不读了。舒婉，放松一下。可胳膊上的触感太明显，谢怀谦根本放松不了，甚至不敢正眼跟舒婉对视。舒婉，你说啊，我听着呢。
你这样，我会误会的。胳膊上动作一顿，谢怀谦竟生出一丝遗憾来。你这样，我会误会我们是真夫妻的。他说完，便听舒婉笑了起来。你笑什么？我说的是认真的。你对我、对家里人这样好，我根本没法报答你，所以我会误会你将我家人也当成自家人，将我也当成真的夫君的。既然是真夫君，你好歹大展雄风一次。舒婉不以为意，谢怀谦呆住，瞪大眼睛盯着舒婉。舒婉，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谢怀谦竟然翻身将舒婉压在炕上。此时舒婉在下，他在上。谢怀谦看着躺在那儿面色平静看他的女人，好几次都想直接大胆地俯下身去亲吻她，可谢怀谦不敢，竟直接开门出去了。舒婉在他旁边坐下，谢怀谦没有看他。你看天上的月亮，这月亮像极了你，看着近在眼前，可伸手去抓时又遥不可及。舒婉，有时候我忍不住在想，或许哪一日醒来，你就如天宫里的嫦娥一般飞走不见了。舒婉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不论是他还是母亲兄长，都选择性的当看不见。无论是他还是母亲兄长，都选择性的当看不见。母亲和兄长是体贴，而他是不敢去追究，万一戳破了他就走了呢？虽然两人相处没几个月，可这女人却一点点的埋在他的心里。舒婉，你会飞走吗？瞧着眼前的男人，舒婉内心掀起阵阵涟漪，凑近谢怀谦亲了上去。在舒婉贴上来时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满脸的震惊。闭眼。谢怀谦听话的闭眼，他忐忑不安地等着这个吻，享受着这个吻。天下若水三千，唯有你最甜，千帆只是你笑颜。徐徐将风拂面，一山云千雪，凛凛帐篷为你美颜。怕我飞走啊？那就赶紧强壮起来啊！他目光往下一扫，意味不明道：也许你本事过人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谢怀谦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再也听不见其他的话了。舒婉起来时，谢怀谦已经打了一遍八段锦，却在院子里面跑了起来。舒婉蹲在门槛上看着谢怀谦，待他停下才道：芊芊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刻苦啊？强身健体总没错，这段时日我觉得身子比以前好多了。怎么说？以前别说干一日活，便是干半日都得躺好几天。逃荒好几个月，吃的又不好，能坚持这么久，身体却没有恶化，反而越来越好，那定然是舒婉的功劳。想到这些，谢怀谦耳垂不禁染上红色。都是因为舒婉的缘故。可不，我也这样觉得。瞧瞧我来家里以后，你这倒霉的体质都没了，现在家里还越来越好了。这话不光谢怀谦赞同，宁氏和谢怀慎也极为赞成。是，都是因为舒婉，舒婉是谢家的功臣，都是因为舒婉，舒婉是谢家的功臣。早膳后，谢怀慎这才拿出昨天的钱匣子算账，这一算，哇，好多钱！这样一来，二郎来年赶考的钱，咱们便不用愁了。我找人算了日子，腊月初9，给你们重新拜堂成亲如何？说完又担心舒婉不同意。娘虽然明白你不计较这个，但这是我们谢家欠了你的。如今谢家因为你的付出有了好日子，娘若不补办一下，心里过意不去。当然，咱们在这边亲戚朋友也少，也怕旁人非议，咱们到时候就喊了狄家过来，一起热闹热闹，怎么样？谢怀谦也偷偷看向舒婉，左右还有好几个月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正说着话，黄彪过来了。为了谢家的差事，黄彪已经将粮店的工作给辞了，专心过来帮谢家。也不知昨日谢怀谦与黄彪如何说的，黄彪再来到谢家，恭敬许多，眼睛更是不再看舒婉一眼，反而对谢怀谦商量起铺子的事。二公子尽管去读书，这等活计我来干便是。二公子尽管去读书，这等活计我来干便是。谢怀谦从容点头，净了手，便回屋抄书去了。黄彪，他威胁你了？二公子为人坦荡，乃君子，
并未威胁在下。我先去忙了。舒婉震惊不已，谢怀谦的小心眼。如今家里也不缺钱，我认为你抄书的行当可以停了。我现在非常震惊，真要不震惊起来，吓死你！说是家里条件不好也便罢了，大家一起使力气。如今买卖红火，日日进银子，二郎便不要耽误功夫，还是以温书为主的好。母亲与舒婉莫要再劝，读书一途向来没有确切方法。我抄书不光是为了贴补家用，也是为了抄一些家中没有的书籍。以前都说寒门难出贵子，其实并非是可靠花费的钱有多少，更多的是书，来往赶考的钱财。一家人使劲兴许就凑齐了，但书不一样，四书五经书籍繁多，但有些书籍却是少之又少。咱们谢家从父亲开始也只积累了那一点书籍，若想子孙后代也有书读，那么累积书目就必不可少。所以你会将省下来的纸张重新抄一遍，作为家中藏书？就是这样。舒婉对谢怀谦的认知更上一层楼。中午时分，卤肉和酸梅汤做好，赶着时间，谢怀慎与黄彪出门了。有黄彪开路，所向披靡，没有哪个不长眼的会过来找麻烦。一个字儿也没写啊，累了，得歇歇。谢怀谦便将今日在书肆见闻与舒婉说了。你怎么想呢？舒婉直接躺下，看着谢怀谦道：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我怎么想的。我说正经事儿呢，你也正经些。我都没拉着你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怎么就不震惊了？我现在非常震惊，真要不震惊起来，吓死你！谢怀谦面红耳赤，虽然好奇他的不正经究竟如何，又不敢赌，索性哼哼的下炕去外头看大哥干活了。卤肉的买卖渐渐上了正轨，桌椅板凳也齐全了，其他物件也都准备齐全。铺面前面放一挂鞭炮，这店铺也就开张了。你瞧瞧，喜欢咱就买。这布料可不便宜。算了一下用料，一件嫁衣下来就得6-7两银。